截止到公元前221年，山东6国里已经有5个国家都被秦所灭，只剩下一个齐国还在苟延残喘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灭6国的最后一国——齐国。齐国的君主是齐王建，归姓田氏。他刚继位时，由他的母亲摄政，他母亲去世后，便任命自己的舅舅后胜担任相国。然而，齐王建本人昏庸无能，后胜又是一个贪财无厌之徒。秦国多年来就一直用重金贿赂后胜，后胜也就终日地规劝齐王建臣服于秦国，导致齐国朝野上下毫无斗志。所有齐国的宾客来到秦国，秦国都会给予大量的金钱和物品，所以这些宾客回国后就都充当秦国的间谍，说着符合秦国利益的辩诈之词。秦国在攻灭其他5国的时候，齐王建听信后胜的建议，不但不去救援5国，而且秦国每灭一国，齐国都会派遣使者入秦，对秦王表示祝贺。直到秦国攻灭了5国，只剩下齐国一家的时候，齐王建才感觉到了秦国的威胁。他慌忙调动20万主力进驻高唐，抵御秦军，并断绝了与秦国的一切往来。高唐是齐国的5都之一，是当初齐国防御赵国的重要战略要地，城防相当完备。附近还有另一个5都之一的平陆，两地之间可以相互驰援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城防布局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，命令蒙恬和任嚣起兵30万攻打齐国。蒙恬进驻高唐对岸的灵丘，这里渡河器具和粮草物资都很充沛，而且是进攻齐国的最短路线。然而从春天一直打到盛夏，秦军数次渡河均告失败，与齐军对峙3个多月，毫无进展。此时王贲刚刚平定了辽东的燕地和代郡的赵地残余势力，留有数万兵马驻守北方，他自己则回到了咸阳待命。为了帮助蒙恬打开缺口，秦王令王贲再次赶赴燕赵旧地，统领5万人马南下，渡过黄河，威胁齐国的都城临淄。王贲得令后，立即抵达燕赵旧地，召集人马，统兵南下，长驱直入，渡过济水，兵临临淄城下。临淄是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城，有人口50万，守军近10万。因为常年很少发生战争，临淄得到了几十年的大发展，粮草堆积如山，车马载于通衢，弦管响入云霄，繁华更胜于昔日。而王贲进攻临淄的军队还不及5万，要想攻破临淄城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此时齐王建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兵分2路抵御秦军，短期内是完全可以坚守的；第二，可以从高唐调来一支军队，和临淄的守军会合，利用绝对的人数优势，先将王贲的军队歼灭，到时候蒙恬军也必然不战而退。然而齐王建却选择了第3种，原因是秦王嬴政见久攻不下，就派遣宾客陈池进入临淄城去诱骗齐王建。他对齐王许诺，只要肯投降秦国，秦国便赐给他500里的封地，让他安度晚年。后胜也积极地劝说齐王建不要再徒劳抵抗秦军了，还是带着军队投降秦国吧。于是齐王建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开城投降。随后王贲就杀了后胜，并将齐王建囚禁起来，等待秦王发落。嬴政则将齐王建安置在边远的贡地，居住在一处荒僻的松树和柏树之间，也不给他提供食物。最终齐王建活活地被饿死在这片树林之中，齐国灭亡。秦国在此设置了齐郡和琅琊郡，嬴政统一了全国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